大家好，这里是科技磁场。迟到太久的华为，如今即将强势回归。要说在高端手机市场，除了苹果，最令国人期待的就是华为手机。去年华为手机供应比较困难，不过好在今年华为手机供应恢复 ，Mate 50也如期即将正式发布。接下来随着视频，我们一起来提前了解一下新品。华为 Mate 50影像将更依赖算法。近日，网上曝光了华为 Mate 50系列的真机图片，图片展示了华为 Mate 50系列背面相机模组的布局。同时，有心人还发现，华为 Mate 50系列手机背面的相机模组看起来并不简单。搭配华为自家的 Smart 影像功能，华为 Mate 50系列的拍照实力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曝光的真机图片来看，华为 Mate 50系列手机背面相机模组中最右上角的一颗镜头是可变光圈镜头，右下角则是一颗潜望式长焦镜头。这两颗镜头同时用在一款智能手机上，那么该机的可玩性、拍照实力都将是非常惊人的。当然，这个成本也相对较高。拍照功能一直都是华为的强项，也是华为在旗舰手机市场打出名气的王牌。早期的华为联合徕卡推出了德味十足的手机相机功能，之后华为通过定制更大光圈、更高像素的主摄镜头，保持了其在手机相机领域的领先地位，将 P 系列打造成智能手机的拍照标杆产品。只是由于禁售令的限制，华为几乎没有办法继续采用定制的相机模组。上代华为 P50 系列采用了行业常见的索尼 IX766作为主摄镜头，这颗主摄镜头的综合实力只能算是正常水平，但远远达不到优秀的成绩。好在华为的调教好不错，因此 P 系列的拍照实力还是及格的。有消息显示，华为 Mate 50系列将会将索尼 IMX766作为主摄镜头，这可能会成为该机在相机方面的短板。索尼推出了更大底、更优秀的 IMX707以及 IMX989，所以索尼 IMX766已经成为第二梯队的主摄镜头，相机的参数落后一大截。即便是如此，不少消费者还是期待华为 Mate 50系列手机的，毕竟该系列已经2年没有更新，华为或许有一些新的技术在该系列机器上向消费者展示。那么，你期待华为 Mate 50系列手机吗？华为 Mate 50硬杠 iPhone 14想赢重点看售价。8月22日上午，华为宣布年度旗舰 Mate 50系列将于9月6日正式发布。若苹果秋季发布会在9月7日召开的话，两大旗舰的发布会极有可能只间隔几个小时。苹果秋季发布会被誉为科技春晚，华为时隔2年发布 Mate 系列大作，也同样值得期待。从目前的消息看， Mate 50系列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支持 5G， 需要和 P50 Pro 一样外挂 5G 通信壳。除了这一点， Mate 50系列的产品竞争力还是挺强的，要和 iPhone 14系列 PK 定价非常关键。iPhone 14系列的售价早已遭到曝光， iPhone 14、iPhone 14 Max、iPhone 14 Pro、iPhone 14 Pro Max 的起售价预计是799、899、1099、1199美元，对应的国行价格可能为5999元、6999元、8999元、9999元。iPhone 14价格和 iPhone 13保持一致，首次采用打孔屏和4800万像素摄像头的 Pro 系列则大幅涨价1000元。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也在采访中表示，华为 Mate 50系列的前景还是要看产品规格和售价。华为在中国市场是一个很特别的品牌，如果能提供不错的用户创新体验，有利于提振国内品牌的高端市场气氛。那么，华为 Mate 50系列的售价是涨是跌？有消息称，华为 Mate 50系列的售价是5099元起。Mate 50相比上代 Mate 40系列的4999元 ，Mate 40只贵了100元。在国产手机厂商纷纷进军高端市场，并对旗下旗舰机提价的2022年，这个价格还算比较良心的，毕竟 Mate 系列一直定位高端。华为之所以能在高端市场和苹果抗衡，除了产品实力和品牌影响力都过硬，其产品定价也相当有策略。如无意外，旗舰机型华为 Mate 50 Pro 和价格和入门机型 iPhone 14相差无几，
消费者自然会考虑使用体验更好的前者。华为在性能方面已经无法再与苹果抗衡，由于禁售令的限制，华为再也就没有了麒麟芯片，同时在元器件的供应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年的华为 Mate 50系列或许只能搭载上一代的骁龙旗舰芯片骁龙8，并且还是4G 网络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只能在相机方面玩出花样，才能吸引消费者的购买。但不得不说的是，骁龙8这款处理器确实不够优秀，该芯片的发热严重，搭载这款产品的智能手机大都体验较差。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年下半年不少厂商推出了基于骁龙8 Plus 平台的新款旗舰手机，自然是为了取代骁龙8而拒绝发热。这样一来，华为配备了骁龙8芯片，而 iPhone 14 Pro 系列至少已经是 A16 芯片了，性能差距已经很大。之外，华为 Mate 50系列的看点还有刘海屏回归、Smart 影像加持的 IMX766 系列摄像头模组、国产 1.5K 分辨率 LTPO 自适应高刷屏等。iPhone 14系列的看点则都在 iPhone 14 Pro 系列上，首次采用打孔屏、4800万像素摄像头、LPDDR5 内存、30W 快充等。现在华为 Mate 50系列已经定档，而苹果也宣布 iPhone 14系列的发布时间9月7日。在其他国产手机品牌进攻高端乏力的情况下，希望华为 Mate 50系列能够不负众望，担负起阻击 iPhone 14系列的重任。那么最终试问一下大家，抛开5G不说，你会更看重那款产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见。